趁着婆婆不在家，把她北京3环的房子进行了一波断舍离加大扫除。一个人用了18天的时间，把这个150平方、3室2厅2卫堆满东西的房子清空并打扫了一遍，几乎是扔空了一个家。现在是进入收尾工作了。阿姨的衣服也是扔出去了好几十包，这一包是当时流出来的棉服，准备要捐的，后来听说不需要了，所以还得给他们扔出去。都说阿姨的衣服多，其实这还不是她的全部。听粉丝姐姐说，这个家里的衣服几乎都是最近几年才买的，可能也就是主卧那个大衣柜里面有一些是以前的衣服，她还有一部分的衣服是在另外一套房子里面，也就是离他们家特别近的那个。这几个旧凳子也不要了，一块清出去。还有前几天一直没拿走那个展示柜，加上这一趟，从这个家里面清出去的东西得有15、16趟了吧，每一次都得用这个小车拉几趟。最近这段时间给物业这2个大哥也累坏了，几乎每天都得来一趟。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搬家呢。今天把这个大床垫子也扔出去。粉丝姐让我问问大哥，床垫这么大需不需要加钱？大哥说不需要，到时候他给拉走就得了。这个小卧室的灯第一天来就是坏的，我准备给他换一下。前2天换灯的时候，有粉丝小姐妹提醒我关电源的时候要从小阀门开始关，我看到消息了，谢谢，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换灯之前，我不光是把总电源给关了，然后把这个灯的开关也给它关掉了。真的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以前感觉换灯可难了，其实会了以后它也没有那么复杂。原来的床垫子大，我把床往外拖了拖，现在床垫子扔出去了，再把那个床给它推回去，然后把这2个脚马再给它安上吧，要不然要是谁不知道一拖床头倒了再砸着。今天我还问粉丝姐姐呢，我说这个房子马上就收拾完了，想没想好往外出租不？粉丝姐说她跟她先生商量了一下，还是不想往外租了，把这个小床头柜给她拿到带书柜的那个卧室去，正好一边一个，然后把主卧这个柜子给她拿到刚才那个小卧室去。这个应该不算是床头柜了，它是单独的一个，比床头柜能高一层吧。收拾厨房那2期，好多人提醒我这个油烟机的排烟筒还没安呢。当时我摘掉这个排烟筒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一头大一头小，我拿尺子量了一下，果然不一样，一个14，一个16。我查了一下，正常的排烟筒大部分都是16尺寸的，然后我怕买不到这个小的，所以就把它给它剪下来了。后来我在网上搜了好长时间，它还真没有一边大的一边小的，留下来这个就派上用场了，给它刷干净，然后买了一卷锡纸，这样给它粘上，就不耽误用了。肯定好多人还会好奇，为啥1个月租那么多钱，房子还要空着不往外租？粉丝姐说，这么大的房子，一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人租，就害怕有人租出去以后租给好几家，或者是给他打成隔断，然后租给个人，那样的话就太操心了，还不如空着呢。我俩聊天的时候，粉丝姐姐跟我说了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就是刚开始说她在北京有好几套房，然后也没有往外租的时候，有个人给她评论说家里有4套房，还当什么护士，夜班白班的倒得多累啊，还不如在家收房租呢。粉丝姐看了都想笑，她跟我说别说家里有4套房了，就是有8套房，她该上班还是上班呀。她说她特别喜欢她的工作，也挺稳定的，现在的失业率那么高，她居然让我辞职收房租，真的有点可笑。她都不知道在北京每年985、211毕业的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而且现在北京的房价也下降的挺厉害的，租房市场也不是很好，就是想租也不一定能租出去，而且租房子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她也不能当一个长长久久的工作。前2天收拾阳台的时候，好多人提醒我纱窗还没洗呢，不光是阳台的没洗，厨房加上2个卧室的都没洗呢。本来我想在这地下拿油精给它擦一擦，然后上卫生间去冲来着，结果擦着纱窗都坏了，我这一来气直接都给它撕掉了。不是有好多人都给我留言说换纱窗挺简单的吗？我今天也尝试一下，先把这些窗框给它擦出来，然后我上网买纱窗了，等会儿来了以后看看能不能换上。纱窗上全都是土，再加上刚才喷了点油精，还洒了一瓶水，这个地面就可脏了。正好这个洗涤机到了，这下不用我蹲着在那擦了。粉丝姐姐说她看评论区好多人说她家太有钱了，在北京有4套房，
他说其实北京本地的有几套房子是很正常的，像他们这个岁数，双方的父母各有一套，然后他们结婚的时候再买一套，这不就已经3套了吗？刚才冲这个洗地机的时候，花洒一下就崩开了。前2天有人就提醒我这个花洒坏了，应该换一个，我也没当回事儿。今天用着用着它就崩开了，我上网买了个新的给它换上了。粉粉姐说他们家之所以4套房，是因为当时他们结婚以后离她公公婆婆比较远，20多公里吧。他们那时候就考虑到等她公公婆婆老了以后照顾的时候可能有点不方便，所以后来又在旁边买了一套房子，就离一个红绿灯可能过道也就是5-6分钟。这个小冰柜给阿姨留下来，我给它擦一下，外边一喷油污精还是挺多油的，哗哗往下淌。这个油污精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可以喷的，如果是不太脏的地方直接喷雾状的，像油烟机、煤气灶油垢特别厚的地方你就喷泡沫的，喷完以后静置1-2分钟，配合百洁布或者是钢丝球给它蹭一蹭，就是平时怎么擦你就怎么擦，你会发现比你平时用其他的东西要轻松很多。前2天有个粉丝姐姐给我留言说是拍到的油污精不好用，后来我加上她了解了一下，可能是我前2天收拾厨房那个视频加速有点快了，他没有看到是用钢丝球或者是百洁布蹭，他以为是喷完泡沫的直接用抹布擦就能擦得很干净，而且他那个是在煤气灶中间那个白钢圈那个地方，要是正常不太脏或者油垢不是很厚的地方，你喷完用抹布直接擦的话能擦干净，要是特别厚的话不行，你必须得用百洁布或者是钢丝球给它蹭一蹭才行。油污精只要是用对方法了，没有说不好用的，而且它的味道也不是很大，过年大扫除真的是一个好帮手。像这个冰箱里边就最好别喷油污精了，它毕竟是接触食物的地方，可以喷水威士加那个多功能清洁剂，它是专门洗冰箱、烤箱、微波炉这种里面的，像那种怕腐蚀的家具啥的也可以喷它，还有的时候那种就是带漆的或者是防盗门喷油污精它容易掉漆，你就可以喷它了。它的清洁力没有油污精那么厉害，但是收拾冰箱、烤箱这些地方足够用了。阿姨他们家这个小冰柜也不是很干净，本来这个是要扔掉的嘞，后来粉丝姐姐跟她老公商量了一下，还是给阿姨留下吧，这都是一些她比较在意的东西。粉丝姐姐说，虽然以后她宝宝可能会住到离他们家比较近的那个房子，但是这边如果不往外出租的话，她肯定也会偶尔回来看看。这次收拾能留下来那么多东西，真的是为了给阿姨看的，要不然扔出去的比这还要多。像书柜里那些酒啥的，好多人不是提醒说酒不能晒太阳吗？其实粉丝姐说他们那些酒都是不喝的，就是留下来给阿姨看，所以放在哪也无所谓了。这个多功能清洁剂也挺厉害的，这么脏的地方喷完一擦也很干净。这个小冰柜当时清理出来的东西好多都是2010几年的，应该都是叔叔在世之前的东西，也就是说从叔叔走了以后，这个冰箱可能阿姨都没有清理过。粉粉姐姐说了，这次清理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这个房子像以前那样了，以后住的也近了，她隔几天就去给扔一次。粉粉姐姐昨天还给我看了一下阿姨住的那套房子，给我吐槽她哪堆的全是东西，每次去都给她扔一些什么垃圾啥的。等有合适的地方我给你们剪到视频里，你们也看一下哈。这是给阿姨留下的那些小茶壶啥的都给她擦了一遍，然后摆起来。好多人说把这个喝茶的给她拿到客厅那个茶几上，粉子姐说阿姨现在已经不喜欢茶道了，搬到茶几上她也不用，所以就不往那拿了，就放在这里了。是大衣柜里那个裤夹不是坏了吗？还一直没修呢。我看昨天评论区有人提醒我，这个可别忘修了。他要是不说的话，我还真给忘了。我上网上买了一个这样平角的固定器，买的时候也看不出大小，它也没标志，结果买回来以后大的也太多了，用钳子掰掉了一块，试了一下还是长一个夹。我想了一下，还是给它掰掉吧，万一阿姨再拿东西划手啥的，又掰又砸的，最后给它整成了一个这样的。本来我是想买一个小一点的拐角固定器，不过这样也能用，主要是把它们2个连在一起就行了。其实这个裤夹以后也不一定能用得上了，粉子姐说了，肯定是不会再让阿姨